在我跟甜心接触过的精神病案例中，作者肯定是最特别的一个。他不但学识广博，举止温文尔雅，表面上毫无攻击性，却被医院列为了最危险的病人之一。在处理3号的事情时，作者主动跟我接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难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跟我说他有办法可以解除甜心的痛苦。你想不想帮他解决痛苦啊？不过，这个作者带来的威胁性也实在太大了。李医生，需要我们过去吗？不用，事到如今，让他们多聊一会儿。你是怎么知道我有收音器的？我当然知道了。作者知道。你只是小说的作者，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作者，你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高凯，我想问你，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告诉我甜心的下落。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嘛，然后我再告诉你。我的世界就是我现在活着的地方。甜心现在正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所以你知道甜心在哪儿？你怎么知道你眼里所谓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呢？我看得见，我听得到，我触动得到，我感受得到。最重要的是，我的世界里面有爱。甜心现在在什么地方不重要，等一会儿她自然会出现。你到底把甜心抓到哪里去了？我一直被囚禁着，怎么会抓走甜心呢？那你怎么知道她会出现呢？我是作者，作者知道。甜心的下落我已经告诉你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和我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多聊一会儿。我还有什么要跟你聊的？高凯，你觉得什么是世界？我不是刚才回答过你吗？你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确定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肯定呢？在一只蚂蚁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一条直线；可在一条鱼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海洋。芸芸众生里面，都是用自身有限的眼界去看这个世界，而你又凭什么肯定这个世界是如你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呢？你说的非常有趣，我倒想知道，在你眼里的世界又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是由我创造出来的。你的记性不太好。我刚才说过了，你不是神。我当然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世界，而是在我小说里的故事世界。这里的一切，包括这个杯子、这椅子，包括你，都是由我创作出来的。我现在知道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那么高凯，你敢不敢跟我打一次赌？赌什么？不如你先问我，赌注是什么好了。赌注是什么？如果你赢了，我就立即告诉你解救甜心的方法。相反，如果我赢了，你就答应我，再跟我见一次面。
怎么样？条件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条件的确很吸引人，怎么赌？为了呢，证明你是由我创作出来的人物，我会给你一张纸条，你先将它放在口袋中，之后你可以做一个动作，任何动作都可以，然后你再把口袋里的纸条拿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是谁赢。条件的确很吸引人，不过我也没你想的那么笨。要我解开你双手让你写东西是不可能的事。那你要怎么把纸条给我呢？不要紧，我已经准备好了。到我口袋里来拿。先别看，现在看了就没有好玩的地方了。你这样就走了？难道你不想知道结果吗？结果是怎么样，你心里早晚会明白的。你可以骗人，却骗不了自己的心的。我们会再见的，高凯。带他走。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什么事，你确定你没事？只是想证明一些事情。证明什么？没什么大事。作者没有告诉你天心在哪里？作者说，等跟他聊过之后，天心自然就会出现。昨天晚上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啊。什么叫你不知道？你没有回家，在哪儿过的夜呀？刚才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睡在公园里面，我也觉得很奇怪，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昨天到底把天心带到哪里去了？天心？昨天你走了之后，我就带天心回房间了。之后我究竟做了什么？我怎么半点也想不起来了？天心失踪了。失踪？不可能啊！昨晚明明是我带天心回的房间啊，怎么可能会失踪呢？我也想知道答案，因为最后一个跟天心有接触的人是你。你不会认为是我带走了天心吧？我真的没有做过，真的没有。我已经让保安去调昨晚的监控了，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是谁带走了天心。嘿嘿，你们都在啊？院长，哎，天心呢？高开，天心，他怎么会在这儿？天心，高开，你怎么了？怎么了，天心？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先起来。我来帮你。等等，你回办公室等我。哦，高开，先送他回去。起来。小心。哎，李医生，哎，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在这边等我，我去看一下监控。喂，哎，你看啊，这是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独立病房的画面。天心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是静儿带着天心回房的吗？嗯，没什么特别的嘛。看，哎，他这是要去哪儿啊？他要干嘛呀？看吧。静儿的手上好像拿着杯饮料。也没什么特别的。这杯饮料有问题。哎，天心他怎么晕倒了？哎，快给我切一下其他的角度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就跟你说饮料有问题吧。所以说是静儿把天心迷晕了，然后放到我的办公室。从画面上看，就是这样。静儿这样做太过分了，不行，我得报警。你等一下，我想问，静儿的过去，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工作上有些马虎之外，她的人品还蛮好的。那静儿对天心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啊？我怎么知道啊？我觉得她是被人操控了。操控了？这不可能啊！我还有一段录像，这是2天前的深夜，独立隔离区的画面。你看，那个不就是作者的房间吗？嗯，静儿在这干什么？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她站那儿不动了？静儿应该是被催眠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如果院长你批准的话，我想跟作者见一次。醒了。怎么样？还有没有不舒服？好多了。有关昨天晚上的事，还记得吗？我只记得昨天你送我回来，我就跟着静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多久，他就拿了一杯热牛奶给我喝，说会让我睡得更好一些，我就喝了。谁知道我喝了之后，整个人天旋地转的。之后，我
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跟表姐估计的一样。表姐她怎么说的？没事，现在她还在调查。你不要想这么多，赶紧把自己身体照顾好。高凯啊，你打开那个抽屉，拿个小包出来。左手拿出来。什么时候修好的？每天在睡觉之前一点一点的弄好的。我的那只还给我。给我戴上。跟我们当初买的时候，真的一模一样。谢谢你。如果我也可以像这枚戒指一样，能修补得像以前一样，那就好了。一定可以。相信我。我好像没有答应要跟你约会吧？我不是来跟你约会的。怎么了？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之中，有点不习惯吧？没有。我喜欢峰回路转的剧情。你找我是为了什么？我终于知道，你懂得催眠。是吗？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了。你利用了催眠，去控制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说我跟你说过，你这个女人和高凯比很没趣。快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天心莫名其妙地在医院失踪，唯一留下的线索，只有作者才知道天心的下落，无计可施下，我们只好如作者所愿，让我跟他做了一次单独的会面。作者向我透露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所有人都是由他创作出来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找到让天心失踪的人，原来就是护士静儿。我的表姐李医师准备向作者来一次正面的对决。告诉我吧。你想知道什么？不，你别说。
我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是想要知道我给静儿的暗示是什么吧？没错，暗示就是你表弟的名字，高凯。你也应该对催眠有所认识，该知道高层次的催眠术是可以在别人的脑海中埋下一种讯息暗示的指令吧？没错，而开启暗示的 keyword 就是高凯。只要静儿听到高凯这2个字的时候，就会跟随我给他的指示，去做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你就这么容易把真相告诉我吗？那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而且你放心，我也没有再对静儿做出关于其他事情的指令了。她现在已经自由了。自由？你认为你可以控制每个人的自由吗？我是作者，我有什么是不可以呢？那你打算剥夺程医生的自由到什么时候？你好像对这个人很在意呀。好吧，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好了。我从来没有对他做过什么指令或暗示，我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催眠。那他为什么会成这样？想要知道的话，你自己去问他。总之，这是他的事情，与我无关。你是作者，所有人物的事情会跟你无关吗？有些时候呢，有一些角色的性格会有他自己的发展方向。为了让作品更加的精彩，我也不会做出任何阻止。而这个就是创作最好玩、最过瘾的地方。所以，在你眼中，程医生是个自由的人，是吧？可以这样说。作者，你也有弱点呢。哦，你的弱点就是，你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哼，你以为每一个人都任你摆布，任你控制是吧？对不起，你已经把我想要知道的真相告诉我了，所以我把你调到高度隔离区，杜绝和每一个人有任何接触。怎么？你害怕了？作者，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你实在太危险了。为了要顾及医院里其他人的安全，我只能出此下策。抱歉。理事会，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给你的一个预言？很快，你就会将我放出来的，和你见面。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事情，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眼泪擦了吧。事情的真相我已经查清楚了，我也不怪你。不过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处理的都是非一般的精神病。你处理事情的时候要格外小心，绝不能出任何差错，知道吗？知道了。你回家休息几天吧，等养好了精神再来。我走了，李医生。自由，真的自由吗？你今天吃药了吗？你也吃了吧？哎，Leo 呢？怎么还在厕所啊？你没事吧？怎么还不出来？没事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我帮忙？不用了。哎，你能帮我？怎么帮？洗手液用光了，你给我拿一瓶吧。哦，那我现在去拿给你。拿来了，开门啊！谢谢啊。叫什么呀？恐怖吗？来当替班的护士不知道状况，让 Leo 一个人进了洗手间，结果他就把自己的手洗破了，还好伤势不算严重。他从小就这样吗？其实一开始，我们认为他有严重的洁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强迫症，但他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他是觉得四周的环境很脏吗？他不是觉得环境脏，他也不是觉得自己脏。那是什么？细菌。细菌。他知道，人类和细菌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宁愿拼命的洗，洗到受伤也无所谓。那他这个病还真复杂。他这个病不是情绪上的，所以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说服他改变想法，才能把他治好。要说服一个正常人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去说服一个偏执的精神病患者呢？你愿意帮我吗？你休息好了吗？可以了。好，那我们进访谈室。好。
你们可以进去了。六，你好，来，这杯是你的。你好，我是高凯，他是天心，我们是来探望你的。六啊，你的手疼吗？怎会不疼啊？你傻呀？那为什么你还要拼命的去洗它呢？不怕发炎吗？这样会发炎的。那你知道什么是发炎吗？那是因为防御系统里面发现了身体里有细菌的存在，当进行抵抗时，体温就会随之而升高。这种状况我们会称之为发炎。正确，100分。那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他刚刚不是说了吗？发炎很好啊，让我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有抵御细菌的能力。你很害怕细菌？你有没有看过 Mark Curtis？ 有。记得内容吗？大概是说，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原来是虚像，而真实的世界是由电脑终端机控制的，所以我们人类就变成了奴隶，是吧？没错啊。其实我们的确是奴隶，不过在奴役我们的不是什么终端机，而是细菌呐。你知道地球存在了多少年吗？差不多45到46亿年左右吧。没错。那你又知不知道地球上有多少由细胞组成的生物啊？又在地球上存活了多少年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差劲！我告诉你，只存在了5亿到10亿年，而之前的一切都是一片的空白，从来没人知道之前的地球是怎么样的，没有人。你们又知不知道我们人类又出现了多少年吗？这个我知道，差不多10多万年左右。那还不明白？明白什么？人类的进化过程就只有这么一点，从地球形成到寒武纪，这30多亿年，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是一片空白。你们不觉得很诡异吗？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理论，说地球在形成后的初期都是处于一个由气体组成的很不稳定的环境内。那这些气体之内有什么存在？就是细菌呐！在所有多细胞生物形成之前，就已经有细菌存在了。那么你们认为，我们人类是怎么出现的？你不会以为人类是由细菌进化而来的吧？肤浅！你以为我们真的比细菌高级吗？细菌的存活能力比人类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呀。而细菌的繁衍方式其实是自我复制，
也比我们简单得多。怎么你们会认为我们是由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成，而不是倒过来再退化了？可是我们人类不仅拥有自我的意识，而且还有强大的思维模式。你又怎么知道？嘘，细菌没有啊。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9年，我在戏院看《马克·特里斯》。哦，我突然觉醒了。我们人类其实一直都是让细菌在操纵着，他们任由我们发展什么科技文明，这些对细菌来说都没有意义呀。他们只当我们是食物，在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身体里面寄居我们的营养，在我们死后就蚕食我们的身体，周而复始。他们不会死。那你们说，到底哪一边比较高等？哪个才是真正的主人呢？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叫做 Leo。你想要像电影里的 Leo 一样，去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人类。没用的，高先生。电影都是骗人的嘛。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跟细菌对抗的能力。我们终究有一天会灭亡，之后让细菌重新掌管世界，我们必死无疑。即使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没用了。佛观一钵水，84000虫。这是佛家说的微观世界，从开始到终结，我们众生的数目根本就没有多过，也没有少过。你说是细菌去创造人类，为什么就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是我们和细菌根本就是没有两样的生命，我们一直共存着，喝的是同一样的水，呼吸的是同一样的空气，生而平等，根本不需要分主仆。说得对，我怎么没想到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叫花子，他曾经跟我们说过，当人死了之后，就会埋在土里，从泥土变成养分，养分又会种出蔬果，蔬果就会成为我们的食物，这就是生命的循环系统。而你最害怕的细菌，应该只是生命中最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怕。明白了。明白了。你看，没事啊。没事啊。我也没事。
真没事啊？说了没事。来，喝吧。真的没事啊？好玩吗？这个给你。护士，干嘛？Leo怎么了？你不是要拿佛经给我看吗？怎么没有啊？你想要佛经啊？那我去拿，你等等。快点啊！想不到你对佛学还这么有研究。对啊，我也忘了什么时候看过了，真的是好奇怪啊。可能是你的潜能又被激发了。应该是。在作者的风波之后，医院又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而我也可以跟天心在一起，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有严重情绪问题的精神病人，而 Leo 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来也有极度洁癖，认为自己是活在戏剧世界的 Leo， 被天心的一些话说明白了。佛观一波水，84000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我认为是天心的一次重大胜利。可是，在胜利的背后，会不会又有别的内情呢？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叫做《Frankenstein》的电影？科学怪人。哦，我记得这部电影应该拍过不止一个版本。关于这个故事，已经拍过差不多5部以上。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出自于一本1818年的科幻小说。类似的我倒是看过，不过从来不知道它有原著小说。这是西方第一部科幻小说，你也可以称它为哥德式小说。什么是哥德式小说？这个我知道。所谓哥德式小说，一般是以恐怖黑暗做题材的小说故事，经常出现的包括了巫术、咒语啊、吸血鬼、木乃伊，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怪人。那关于科学怪人，你知道故事的内容吗？大概就是说，有个疯狂的科学家制造出一个很恐怖的怪物吧。天心，你呢？我记得应该是和完美主义有点关系。疯狂科学家的故事 Frankenstein 就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建造一个完美的男人，所以他去坟场盗取尸体。他希望用他取得最适合的肢体去拼凑出一个最完美的男人，然后利用电击让这个男人重生。要知道，电击太强，这个人形呢变成了一个极度丑陋的怪物。完美主义的 Frankenstein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要亲手毁了这个作品，因而酿成了这个悲剧。所以我们这次的病人跟 Frankenstein 有关。我问过他，他说他没有看过这个故事。不过他们做的事情很接近。很巧合的是，他的名字也叫 Frank。
盗尸？他因为潜入自己工作医院的停尸间被捕，但他跟弗兰斯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弗兰斯坦是一个完美男性主义者，他偷取的尸体全部都是男性，但是 Frank， 他偷取的尸体清一色女性。那他不会是个性变态吧？哼，我也曾经有这么想过。不过，从他的数据来看，他就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分子。他从没有做过任何有伤风化的事情。听他的同事朋友说，他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好心的人，所以我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这样子的话，那么他是怎样跟警方解释的？他为什么要盗取别人的尸体呢？他说为了科学做实验。什么样的科学实验？他不肯说。这就是我希望你跟天心能够找到的答案。在他被捕之前，他是个干细胞科技的专家，里面的工作就是在医院里做实验。我想在见 Frank 之前，先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我帮你安排。啊，喂，你好，我是李世慧医生，我想找何医生跟他商量点事情。好，好，麻烦你，谢谢。我要出去工作了，你在这边要乖啊。嗯。高先生，这里是我们医生的实验室范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外人进到这里来的。不过 Dr. 李跟我说明了情况，所以我就破例一次。这我明白，谢谢你，何医生。弗兰克以前就在这里工作。你认识他吗？我们一起共事了3年多。Frank，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很静，但他又不是总是那样。可是要是碰到他喜欢的话题，就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谈很久。我曾经和他在一起聊过几次，发现他也是很有想法。很有想法？哪方面的想法？都是围绕工作，还有跟生物科技有关的吧。你不知道，有一次他为了一个实验，将自己困在里面3天3夜都不肯出来，没有一个人敢去打扰他，都怕干扰他的思路。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工作时候的表情，其实也挺吓人的。何医生，麻烦你大概的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科技吗？所谓生物科技，主要分为基因工程跟细胞工程2种，而我们医院的其中一个主要业务，就是进行干细胞的发展工程。那干细胞又是什么？所谓干细胞，就是我们人体里头最原始、未经分化，而且具有再生能力的细胞。而弗兰克在这里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负责以干细胞去修复人体器官的研究。用干细胞修复人体的器官，你们以前有成功过吗？我们还在努力的研究当中。高先生，什么事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可以带我去你们停尸间看看吗？弗兰克就是在这里盗取尸体的。嗯。何医生，他为什么会被放在这里？这个是刚死去的病人，一般呢，
在我们医院的运作下，每一位病人在逝世之后呢，都是要先经过我们这里的医生进行尸检报告，然后呢，再由他的亲友认尸签字以后，最后呢才会进行冷冻处理。那你知道 Frank 那天是从哪一个里面偷取的尸体呢？ Frank 那天偷的应该是刚死去的女病人，所以 Frank 选择的是像这种新鲜度非常高的尸体。你可以这样说。是的。那天晚上大概有几具这样的尸体放在这里？就一个，也是在同一个位置。年纪呢？好像是20岁，死于遗传心脏病的女病人。她是第一个被盗走的尸体吗？不，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设防。死因是什么呢？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一个32岁的女人。那么这2具尸体被盗取的时间，中间相隔了几天？应该是8天。那这8天里面有没有像她这样的尸体放在这里？有。死因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个死于癌症，2个死于交通意外，还有1个是死于火灾的。何医生，你介不介意让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你放心，我只想感受一下。好吧，可你不要待太久。谢谢。
表姐，我有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如果 Frank 盗取尸体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话，就不会对他们有所选择。你说他是有选择性的盗取吗？没错。那他条件是什么？从表面上来看，他应该排除了那些因为外伤或癌症而死亡的尸体。不过他真的想要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你想什么时候见他？明天，明天可以吗？好，我给你安排。那你现在早点休息吧。还不行，我还得研究一下那个科学家的故事。我给你带了一本最新的杂志。你来啦！太阳这么大，坐这里干嘛？我在听他们说话呢。他们？你坐这么远，你怎么能听到他们说话？高凯啊，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发生了点变化。怎么了？你有哪里不舒服吗？不是啊，你记得我在车祸之后开始能看到别人的心吗？嗯。但你知道吗？从那次院长办公室里醒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能力好像消失了。你是说，你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也不是完全看不到，只是我发现这方面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渐渐能听得到别人心底里在说些什么。就好像以前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叫做《偷听女人心》。没错。那你听听看，我现在心里想什么？你在想些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在想那个。你在想什么？再听一次，听一次。OK。你在担心我的身体？我真的很担心你。你最近头还会不会痛？已经好多了，次数也减少了。这就代表你现在已经慢慢康复。太好了。啊，对了，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跟 Frank 见面啊？嗯，李医生已经准备好了，在楼下等我们。嗯。你们可以进去了。你好，
我是高凯。你好，高先生，叫我 Frank 就行了。你呢？我叫天心。你好，我是 Frank。刚才 Doctor 李跟我说，你们是来帮我的。没错。我现在来了，你们能够怎么帮我？我想，我们就先开始聊一会儿吧。你们来之前，应该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我的过去，在档案里面写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是鄙视，他在鄙视我们两个。Frank， 难道你就不想有更多的人理解你做的实验吗？还有，你不想让更多的人理解你内心的世界吗？想要知道我的内心世界，那么你们先告诉我，究竟什么是活着？活着，应该就是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思考，自由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是吧？那么，那些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只靠机械去维持生命的人，在你的心里面，他算不算是活着？我听说过，在医学上面有个说法，就是以脑神经的活动能力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连这功能都没有的话，我相信，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生还是死。你有听到他说什么吗？哭泣，他的心里正在哭泣着，而且他的心在痛。